只要是有 follow 过我一段时间，或是我身边有在玩摄影的朋友呢，都会知道我自己是个人比较偏好变焦镜多过于定焦镜。最大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省钱。那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便利性。如果出门可以只带1到2颗镜头，然后可以涵盖很广到很特写的焦段呢，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一个最舒服的拍摄模式。像我自己出门拍摄，不管是商业的案子或者是 vlog 啊、YouTube 啊，我一定会带2颗镜头。第一颗就是现在在拍摄我的广角镜1635G，那另外一颗呢，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颗镜头2470的 GM 镜。从24这种广角端到70这种中特写都能够拍，然后它又有 f2.8 的大光圈，那基本上所有的 B roll 我觉得它都能够 handle， 除了可能70以上的一些比较望远端。正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最近有在考虑买一颗70-200。那问题来了，除了价钱以外呢，每次出门又要我多带一颗镜头，又这么大一颗，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强人所难。那知道了这颗镜头的出现，就是成龙的35-150。大家早安，我们今天又要去垦丁放松，没错，又是垦丁。上个礼拜才去垦丁，这个礼拜又要去垦丁。其实也不是我们有多要去垦丁玩啊，只是上个礼拜是跟南部的朋友，然后这礼拜是跟中北部的朋友。然后对于南部人来说呢，垦丁就像我们的后花园一样，开车1-2个小时就会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很常去，反正是海边很 chill。然后对于中北部的人来说呢，好不容易都到了南部，好不容易都到了台南、高雄，就不如再开1-2个小时可以到垦丁去。所以没错，今天我们又是要去垦丁的日子。Hi vlog， 好久没见了。今天呢，带着我新拿到了这一颗35-150 f2 到 f2.8，你没有听错，35这种广角端到150这种望远端，而且光圈还是从 f2 到2.8，可以把它当做一颗 f2.8的恒定光圈变焦镜头来看。那今天带来这颗镜头呢，要来去垦丁拍一点好看的画面给大家感受一下。那在去垦丁的路上呢，有一间店是我们南部人都一定会去的。第一站这个叫做皇家绿豆饭，是我们每次来垦丁一定会来吃的一间，算是像是剉冰一样啦。它绿豆蒜它就是绿豆，然后有绿豆剥开之后的样子，然后上面加粉条，然后它是烫的，然后上面加一层剉冰。基本上没有很贵，然后它的速度也很快，就翻桌率蛮快啊，所以大家如果排队没关系。旁边会有阴雨，虽然很热，但是就在阴雨下面等一下就到你了。我每次疯了，好久不见，没有很久，好久不见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路现在已经飞黄腾达了，个屁嘞！我就不说了，谁刚拿到10万订阅的酱麦？哇，这个等一下在开始讲之前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杰森的长度。不，这是一个。宝宝谢谢。这个镜头呢，你会帮我把它抓住，帮我把它绑起来。其实这个镜头我差不多是2个礼拜多、3个礼拜前拿到的，就是我这次去帛琉有拍一支 ZV-E Mark II 的那支影片，就是拿这个镜头去那边工作，所以我拿到它有使用了一阵子，然后是拍一个马拉松。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知道这个镜头的存在，因为它算是一个我很常用到的焦段35-150，然后它又有 f2.8 的大光圈，可能网络上比较少人讨论这个镜头，或者是比较热度比较少，比起 GM 的镜头。那这个镜头呢算是很神奇啦，就是它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面，然后算是一个完全符合我需求的镜头。那我原本最喜欢的2470这个镜头呢，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万用的焦段，就是除了这种 vlog 以外，什么东西都能够拍摄。但是它唯一的痛点呢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它不够特写，就是我很常拿这个镜头在拍摄的时候呢，我都是把它抵在70端。那我自己曾经想过把它换成是24到105那个G镜，虽然只有 f4，但是它有多35的焦段。最后考虑了一下，还是因为它的光圈稍微大一点，然后它画质好一点，所以就没有换过去了。那2470对比这个35-150呢，它虽然少了24到35这个焦段，但是因为我平常都会使用这个1635，就是我一定会拿着它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它的那个焦段都是已经被覆盖到了。那相较于少了24到35这个焦段呢，它多了70到150。那我自己觉得70到150真的是实用很多，不管是你在抓拍一些可能活动记录啊、婚礼啊，甚至是我们今天这样子出游玩的一些情况，都很方便。今天跟着这几位来 SUP， 但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准备好要下水，我今天是来露营的，我今天是来拍东西的。然后 Vivian 的话呢，他那个来，然后也算是玩过很多次啊。然后今天人太多，他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是在旁边看着他们滑。
缩感呢，就是这种望远镜头的一大特色。那不仅是可以避开一些比较杂乱的环境，你构图也好构很多。这种压缩感跟我们人眼看到的不太一样，因为前景跟背景会因为镜头的压缩感，让它们的距离感觉变得更近，然后拍出来的效果呢，会有一种电影感，会有一种大片的感觉。大家可能要注意，就是它虽然拍出来的影片很有质感，但是因为它透视的关系，它拿来拍人的话呢，可能会有点显胖。这位猪肉干朋友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借我来拍个 B roll 吗？借我拍个 B roll。那比重只不能放。好，我帮你低调，那你再一次。这位猪肉干朋友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借我来拍个 B roll 吗？那这段呢，收音的部分不知道麦克风为什么很神奇的，就是没有收到音，害我忍不住想要把这个 Rode 换掉，换成 Sony 的无线麦克风，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好，那离题了，这边我用旁白的方式解释一下。那基本上我是请 Vivian 站在一个地方不要动，然后我用不同的焦段来拍它，越特写我就越往后退，然后让它的脸维持在同样的构图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越特写，因为透视的关系，景深会越浅，但是脸的轮廓呢就会被吃掉，就会容易显胖。那警语我有先讲，就是不要把这个镜头当做可能150的 f2.8 定焦拿来拍女朋友，把女朋友当做鸟在打，好不好？你一定会出事。怎么都没有来过这边？这边好秀，很漂亮。Tell me I'm the one you want. Tell me I'm the reason your heart beats and it won't stop. I wanna be the feeling you been after all your life. Baby, is it too much to ask for a love just like that? The kind that 等一下，谢谢。你要说我是 Jason，这是我今天的第2杯。我是Jason，这是我第2杯，也是最后一杯。Jason，喝水，喝水，喝。喝一杯。我们刚吃饱饭，去了酒吧，然后洗了澡，回到这个房间，然后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 point。光圈大、焦段广是这个镜头的一个特点。那相信画质大家也看过了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那之所以我没有直接跟那个我最喜欢的2470 GM 镜做对比呢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带那个镜头。绝对不是因为我懒。那其实比较2颗镜头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啊。那 GM 镜毕竟是 GM， 它的画质一定会更好。但是我相信大家刚刚也有直接看到35150的这个镜头的画面，那它的画质绝对也是在水准之上。那再来呢，我要补充几个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提的一些优点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它是82口径的一颗镜头。那82口径对我来说呢，就是我的习惯，就是不管是减光、偏光或者是 ND。不对，减光、偏光或者是黑柔焦，我都是买82，就是最大口径的，然后再依据镜头的需求慢慢的往下转。那这颗82口径的镜头呢，我就可以直接把我所有的镜片用上去，对我来说还算是蛮方便的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它的机身上面有3个快捷键，那3个快捷键你就是可以设定3个你自己想要的一些功能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它的镜头上面有那个 MF、AF 的拨杆，就是自动对焦跟手动对焦。那自动对焦跟手动对焦的这个拨杆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，因为我用过腾龙的另外一个镜头，好像是2875，那2875这个镜头就是没有那个拨杆，所以我想要用手动对焦的时候，我就要去相机里面设定，就没办法这样拨一下就手动对焦。那对于我这种很常使用手动对焦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一个缺点。那相反的，这个35150这个镜头上面就有这个拨杆。那尤其是这种长焦镜头，我很常使用手动对焦，所以有这个拨杆对我来说就是一下就可以切换，还蛮方便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其他缺点呢，就留给明天再讲。这个 bro 在这里不知道在干嘛。早安，各位。有点刚刚刷牙刷到一半，跟我说了一件，sorry，跟我说了一件事。那你说？做那个 mermaid 的动作，然后闪到腰了，现在腰好酸。在聊缺点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聊一下为什么，假如说有人问我要推荐一个镜头的话呢，我一律会推荐变焦镜。那原因不完全是因为轻便啦，那当然轻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那更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定焦镜，那么没人会不喜欢定焦镜给你的大光圈、给你的画质、给你的虚化、给你的景深。那也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追求这种很好看的景深、很好看的虚化的同时呢，忽略了我自己觉得比景深更重要的就是焦段。你说那个诚毅建设今天这个建地不给我过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我给你下最后通牒。今嘛你若是我甲我处理好这个代志，叫小张甲你太好死。
那我也发现蛮多人在使用变焦镜的时候呢，好像就是以这个35-150为例啊，就会直接用35，要不就会直接跳到150，好像中间的焦段都不存在一样。那其他变焦镜也是，就好像只有2个焦段一样。那其实这个镜头呢，它可以当做35啊、50、85、135这样4颗定焦镜来使用。那当你更了解这些焦段可以怎么搭配使用之后呢，我觉得在摄影这条路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突破。现在正在进行一段情境剧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各位。那我们等一下去哪里？先去咖啡厅。今天的早餐，这个下一站要去哪里呢？卡丁车。恐龙赛场。我觉得很好玩哎。我一开始看李维，我在下面看的时候，我就看他慢慢的，然后我一下去就感受到他的慢，然后之后我就跟在他后面，然后想说我也秀一下，然后这2个人就开始，他超车的时候还要看一下我，他超车然后这样过去，这样看了一下我，他最快，你也很快，他超快的，原地解散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再见了，拜拜。就这样子，拜。下次见。高雄见，没问题。我们刚跟 Jason 李维 say goodbye 之后，我们就回到了高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聊一下它的缺点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重量，它有1165克。那这个重量呢，真的是蛮重的。重。那它的这个重量算是在预料之内啊，毕竟它的焦段这么广，然后光圈这么大，重一点我自己是可以接受，就可以当做4颗定焦镜在用。但是有一说一，好不好？这个重量这么重，还是得拿出来缩嘴一下。那另外一个缺点呢，就是它没有镜头防抖，毕竟这么长焦的镜头没有镜头防抖，那它在长焦的时候，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晃动。那我自己在拍摄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把我的 A7S3 或 A7IV 的积极防手震打开。那我自己在拍长焦手持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些小技巧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第一个技巧呢，就是尽量在按下录影键之后可以憋气，因为憋气的时候，你就是可以减少你的呼吸感，就是减少那个上下的晃动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你可以尽量把相机拿得靠近身体一点点，因为你如果离身体太远的话呢，它是有点像离心力，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的碎震。那你拿身体近一点的话呢，它就是变比较像向心力，然后碎震就会少一点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呢，运镜尽量不要太大的幅度，因为在长焦的时候，一点点的小小的运镜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镜头的运动。那最后一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0.33公尺，对我来说还算是蛮远的。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镜头，它有135端的这个望远，我想说可以拿来拍一些产品的特写、产品的细节。但是后面拍了一下之后，就发现不如用自己的那个2470，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比较近，然后可以拍到更特写一点、更细节一点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售价。我在官网上面找不到它的一个正式的售价，但是我在 PC Home 找到最便宜的价钱大概是46000块。这个价钱呢，可以买到一颗35到150的焦段，然后 f2 到 f2.8的大光圈。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价钱的接受度在哪边？那我自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它的价格偏贵，所以在网络上的讨论度跟曝光度都比较少？那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 Louis， 我们下次影片见 ，Peace。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网络上很少人在讨论这个镜头，因为它的焦段还蛮特别，就是35到150很实用，然后它的光圈也有 f2.8这么大。我第一次看到它的焦段跟光圈。